我们2个人花了2万多美金，最后只在南极停留了18个小时。一定要避雷我们这次选的这家公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net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期视频是很多小伙伴想看的南极攻略。那今年1月份我刚去了趟南极，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去南极的一些准备工作，主要是邮轮的选择，因为这会对你整个南极的旅行体验有非常大的影响。那当然还有我们踩过的坑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的雷。那很多小伙伴想看 vlog， 但我真的很不擅长在旅途中拍 vlog， 我更想以这种干货的形式给大家提供实实在在有用的信息，希望能帮你规划出更顺利的南极之旅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首先是最基础的，南极什么时候去呢？因为是极地嘛，南极只有夏天开放，每年10月底到3月中是南极的旅行季节。那不同的时间前往南极看到的景色啊、动物都会有一些区别。那每年12月到1月可以说是南极的盛夏了，天气会更好一点，当然价格也会更高一点。因为我的生日在1月中旬，我就安排了1月中下旬的这趟人生清单级别的旅行，而且那个时间的南极真的没有那么冷，还没有纽约的冬天冷呢。然后去南极一般都是从阿根廷的乌斯怀亚，就是世界最南端的大陆出发，然后也有一些是从智利出发，所以很多去南极的旅客也会顺便在南美洲玩一下。像我们这次也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玩了几天，所以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，也可以顺便安排一趟南美洲的行程。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，怎么选船？我觉得可以分3步考虑。第一步，决定要不要登上南极大陆。你是想亲自踏上南极的冰雪，还是说远远看一下南极长什么样就好？那现在前往南极的邮轮主要有2种，一种是超大型邮轮，还有一种是我们做的更小一点的邮轮。那种超大型邮轮是可以到达南极洲的，但是游客不能下船，不能在南极登陆。我们的旅途中也看到了这种超大型邮轮，以那个距离肯定可以欣赏到南极的风光，可能也能看到南极的动物，但就不能下船登陆去近距离观察这些动物。那这种超大型邮轮的优点，一个是价格相对便宜。那如果你想领略南极的风光，但是又没有那么高的预算的话，可以选择这种邮轮。而且这种大船在过德雷克海峡的时候会更加的平稳，会更舒适一些。但是如果你要考虑说去南极登陆会不会太辛苦，担心自己比如年纪太大，体力不支，行不行？我觉得可以再斟酌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在南极的登陆活动没有那么辛苦，对体力的要求没有那么高。像我们船上大概有1半的游客都是老年人，他们参加各种活动也是完全 OK 的。那我建议的话，当然是选择那种能登陆的船，才算真正踏上了南极。现在已经决定要登上南极大陆，第2步就是要选飞过去还是坐船过去。那去南极可以选择坐飞机，也可以选择坐船。你可以选择来回2程都坐飞机，或者1程飞机1程船。那坐飞机的好处，一个是不用经历德雷克海峡的风浪，如果你真的很惧怕德雷克海峡，很怕晕船难受到要命的话，可以选择坐飞机，而且坐飞机也会更快一点。像10天船去船回的行程的话，1天登船1天下船，中间4天在海上航行，包括去的时候2天，回来的时候2天，然后在南极的行程一般是4天。那如果飞去飞回的话，在海上行程的这几天就可以缩减，整个行程可以是6到7天。所以如果你的时间安排很紧张的话，也可以选择飞机。但是坐飞机去南极的价格会比坐船要更贵一些。更关键的是，坐飞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因为飞行对天气的要求非常高，因为天气的原因延误甚至取消整个行程都是很常见的。像我之前在小红书上就刷到好几例，因为天气的原因，整个行程全被取消了。那如果你第1天飞不了，第2天可以飞的话还好，但是在南极的行程就要相应的压缩1天。
但是如果连续好几天一直飞不了的话，那整个行程就泡汤了。所以飞机飞去南极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相比来说坐船去确定性就要高一些，因为即便天气恶劣一点，船也是可以开的，只不过你中间的体验会更难受一些。那综合考虑这些因素，因为我们的假期时间也是很宝贵的，我们决定坐船去坐船回，并且也做足了心理准备要穿越德雷克海峡。但是我们这次踩的雷也是在这里埋下的。现在已经决定要坐船去南极，接下来第3步就是选船型。简单来说，你是想更舒适一点，还是想体验更深入一点？在南极能登陆的船又分为2种，一种是比较小一点的，乘客人数在100个人以内，因为南极对于登陆人数是有限制的。这种100个人以内的船，大家可以全员一起登陆，这样你登陆南极的时间会更多，体验也就会更深入一些。大多数这种小一点的船，条件往往比较一般，并且各种活动的时间安排也更紧凑一些，所以更偏重于探险。那另外一种呢是更豪华、更大一点的，乘客人数在200个人以内。那这种就不能大家全员一起登陆了，一半的人去登陆，另外一半呢是坐冲锋艇在附近的海域巡游，所以登陆南极的时间就更少一些，但是在船上的舒适度会更高一些。那因为我们也想整个旅行更舒服一些，所以最后选的是200个人这种豪华一点的船。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选阳台房。其实之前坐那种大游轮，我都没觉得阳台房有多么必要，因为那种游轮主要是在船上吃喝玩乐，每天外面都是一望无垠的大海，看多了其实也挺无聊的。但是南极不一样啊，船开到南极，在冰川之间停下来，你可以随时在自己的阳台上去欣赏南极的风光。想象一下，早上一睁眼，外面就是南极的冰川，多么美妙！然后我们也在阳台上看到了企鹅、海豚、鲸鱼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鸟。当然你也可以跑去甲板看，但就会很麻烦。比如船上通知说现在有什么动物，你换好衣服跑去甲板的功夫，动物可能已经走掉了，而且甲板上人很多，还要找位置，就很不方便。所以阳台房绝对会让你的南极体验更棒的一个选择。还有就是航线的选择，去南极有几条不同的航线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去，可以和我们一样选最经典的10天南极半岛航线，可以看到南极有代表性的风光和动物，这也是很多第一次去南极的人会选择的航线。此外还有南极3岛航线，就是除了南极半岛之外，再加上福克兰群岛和南乔治亚岛，再有就是再往南深入南极圈，可以看到更多在南极半岛看不到的动物。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安排、预算，还有你想看到的风光，综合考虑，在邮轮的平台上选择，也可以和代理砍价。而且现在去南极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了，像我们那艘船有配中文的翻译，有中餐厨师，做的菜就更合胃口。现在也有很多中国游客包船的，所以如果语言是一个障碍的话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。那我今天就不和大家具体推荐某一艘船、某一个公司了，但大家一定要避雷我们这次选的这家公司。我们这次行程踩的最大的雷就是选错了船，选错了公司，但这不是因为我们的疏忽，纯粹就是倒霉碰上了这家公司，所以一定要讲出来给大家避雷。我们选的这艘船叫海洋胜利号 Ocean Victory， 它是信天翁公司 Albatross 旗下的一艘船，它还有一艘姐妹船叫信天翁号。那这艘船是同类这种豪华船型里价格相对比较便宜一点。那这种豪华船去南极的价格基本上是每个人$10,000，我们这个砍价下来最后是每个人$9,000。我们也是综合考虑了这个行程的时间、价格以及我们一定要选阳台房的这些因素，最后决定选这艘船。那这艘船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我们原定4天的南极行程最后压缩到18个小时，不到1天的时间，所以让我们的整个南极行程非常的失望。
从启程的第一天，行程就开始变化了。原定是下午3点登船，但是通知我们要提前到12点登船，因为要避风浪。一开始我们觉得还挺好的，一个是更安全，再有是不是可以更早到达南极？但我们真的是太天真了。登船后，等船开出港口，就召集大家开会，说我们先不南下了，因为德雷克海峡的风浪非常大。那我们要先往东去福克兰群岛，在福克兰群岛玩1天之后，再南下去南极。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南极行程被缩短了，因为第1天登船，第2天前往福克兰群岛，第3天在福克兰群岛玩1天，第4天才能南下去南极，所以中间是多耽误了2天的时间。那么我们原定4天在南极的行程就被压缩到了2天。说实话，福克兰群岛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它是英国的海外领地，有非常丰富的动物。我们在福克兰群岛看到了4种企鹅，有王企鹅、跳岩企鹅、麦哲伦企鹅、巴布亚企鹅，然后有的企鹅也是南极看不到的，然后还看到黑莓信天翁，还有它们的幼鸟，真的是非常非常近距离的观察，确实是人生难得一次的很珍贵的体验。但是我们花的是去南极的钱呀，我们的目的地是南极。福克兰群岛并不是我们的优先选择，如果我们想去福克兰群岛的话，也有其他的 trip 可以参加，我不用花着去南极的钱来这里。所以虽然福克兰群岛这个行程很有意思，但是也不能弥补我们南极行程被大大压缩的遗憾。因为我们是先往东绕到福克兰群岛，然后南下去的南极，所以我们走的是德雷克海峡的边缘。之前还有小伙伴问我，德雷克海峡是不是真的很可怕，晕船很难受？我想说的是，在我的认知里，我们好像根本就没有走德雷克海峡，因为我完全没有感受到之前预期的那种疯狂颠簸的巨浪，非常的平静。其实我之前还挺期待那种感觉的，晕船药我都准备好了。我觉得过德雷克海峡也是去南极的体验项目之一，我也相信现在的航海技术能保证我安全的通过德雷克海峡抵达南极。但是一切都非常平静，我们就到了南极。那到达南极之后，我们本来预期还有2天的游玩时间，但是船长又召集大家开会，说德雷克海峡的天气还是非常的恶劣，为了保证我们能按时返回到乌斯怀亚，我们必须提前1天返程。那这就意味着原来期待至少能玩2天的时间，又被压缩到只有不到1天。在这不到1天的时间里，我们登陆了2个岛，进行了2次巡游，也看到了企鹅、海豹，远远看到了鲸鱼，看到了冰川。但是如果是4天的行程，我本来可以看到更多，我可能能看到更多没有见过的动物，看到动物更多可爱的一面，有可能能更近距离的看到鲸鱼，有可能看到更多形态的冰川，但是这些都没有机会看到。更别说之前期待的其他南极项目，比如划独木舟，比如在冰川间泡着温泉，甚至在阳台上静静地欣赏冰川的时间都所剩无几。还有非常经典的南极跳水项目，一开始也是没有的，后来在船员的强烈建议下，安排在凌晨4点南极跳水。能想象吗？凌晨4点爬起来跳进冰冷的南大洋中。所以一切都非常的匆忙，还没有开始认真的感受就都结束了。回程的海浪比去的时候要更大一些，更颠一些，但是也没有我想象中的德雷克海峡的颠簸。我也完全没有晕船的感觉，没有吃晕船药，就很顺利的到了阿根廷。那如果说确实是因为天气很恶劣，船长为全船人的生命安全考虑，选择提前返航，选择绕路，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，那就当自己倒霉呗，遇到了恶劣的天气，天气也是不可控的。但同时我们也很怀疑，到底是多么差的天气才导致我们的行程发生这样的变化。因为我们在去南极之前看过很多分享，德雷克海峡就是那个样子，就会是非常颠簸的。那前往南极经过德雷克海峡的大风大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
这样一段航程。那到底是有多糟糕的天气？那后来我们了解到，根本就不是天气的问题，完全是船方自己的问题，才导致我们的行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那这种邮轮的航线都是公开可以查到的，那船上其他的乘客就查到说，在同样时间、同样大小的船都是可以正常往返德雷克海峡去南极的，只有我们这艘船是选择了绕路，选择了走德雷克海峡的边边，并且提前返航的。那么船长做出这个决策是什么动机呢？后来我们了解到，这家船的这个公司信天翁公司，他们的另外一艘船在前2年是出过事故的。那我们船上有一批乘客就是之前坐那艘出事故的船，那个船是南极3岛的航线，当时那个航线触礁了，然后他们就没有完成旅程，所以又来坐这艘船来去南极。那个是前2年的事情了，而且我都无法想象在这个年代船还能触礁吗？因为现在这个航海技术应该是非常发达。后来了解到是因为那个船长的疏忽导致了船触礁，然后中途返航，应该是给船方公司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。所以我们理解应该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现在船长的决策是极度保守，极端的追求安全。追求安全当然没有错，但是也影响了我们的体验啊。特别是如果在同一时间、同样大小的船能正常往返德雷克海峡，但我们不能，这就不是为乘客考虑了，是为船方自己的利益考虑。船上几乎所有的旅客对此当然都非常不满，所以大家联合起来去向邮轮公司维权。经过几轮谈判下来，最后邮轮公司给的赔偿方案是退20%的款。那如果不接受这个退款的话，就要去打官司。那走诉讼途径的话，时间、费用成本会更高，结果还不确定。所以包括我们在内，应该是所有人都接受了20%的退款。但是这和我们体验上的缺失相比，是肯定不能弥补的。而且虽然我们南极行程从4天缩短到1天，但是我们整个行程是完整结束的，所以这个情况保险公司是不赔偿的。所以关于南极之行，我能给大家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建议，就是一定要避雷信天翁这家公司。他们旗下的船现在有海洋胜利号和信天翁号，虽然类似的事件可能不会再次发生，但是有那么多邮轮选择，为什么要选这个有前科的呢？那既然我已经不推荐这家公司了，我们这次坐的这艘船的其他软硬件，比如吃的怎么样，房间设施、WiFi 什么的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大家可以根据预算来选择。一般来说，就是你花钱多，体验就会好一点。那大家选择其他船的话，也建议尽量去查一下那个船，还有他所在公司的其他船有没有发生过事故，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安全，影响到船长的决策，也就会影响到你的体验，是美梦成真还是大打折扣。我们这次的旅程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失望，不仅仅是船票，还有往返阿根廷、前往世界尽头乌斯怀亚花费的时间，而且机票也很贵，非常的折腾。我们2个人花了2万多美金，最后只在南极停留了18个小时，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次体验。但南极我还是很推荐的，毕竟是地球上很纯净的一块土地，是人生值得去一次的地方。所以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奉上这些实用的干货，大家千万不要踩我们踩过的坑。那至于去南极的其他准备工作，比如要穿什么、带什么装备，这个在我从南极回来之后的那期旅行穿搭视频中有提到，今天就不再重复了。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，希望对你有帮助，给我点个赞。如果你在规划南极行程，希望你一切顺利，拥有一个完美的南极体验。那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